在1939年2月占领了海南岛，6月占领汕头、潮州后，日军完成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不过，日军高层并不满足，认为中国虽已丧失华南沿海主要港口，但仍能自法属印度支那方面获得补给。为进一步切断外界向中国的援助通道，日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交涉，要求封锁海防港及中越陆路交通。法国迫于压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将通道彻底切断。在外交努力失败后，东京大本营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占广西南宁。要攻占南宁，就注定绕不开昆仑关。此关位于南宁市东北方59千米处，是雍柳、雍吴公路必经的隘口，位置相当紧要。自古得关者得南宁，失关者必丢城。如果日军攻下昆仑关，就能以此建立稳固的战争基地，进一步蚕食中国西南后方。而占领南宁机场也会缩短日本军机轰炸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的时间，断绝中国西南方获取外援的希望。1939年的9月，又恰逢德国入侵波兰的事件，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这也为日军侵略中国创造了绝好的外部条件。事已至此，战无可避，日军将怎样发起进攻？他们具体怎样部署？战事又将向哪种方向发展？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375号：一、大本营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路线；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步迅速切断中国沿南宁伊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三、上项作战部队的作战区域大概为南宁、龙州以南。接到这一指令的直属日军大本营的第5师团迅速向南宁进发。作为本次进攻的主力，日本第5师团是日军第1流重机械化部队，精锐中的精锐，士兵大多来自山口县，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熏陶，战斗力十分彪悍，曾在日俄战场重创俄军，有钢铁师团之称。1937年七七事变后，该部队被正式派入中国，自称打败了中国30多个师。在进攻南宁时的指挥官为日本第21军司令陆军中将安藤利吉，当时日本最会打仗的将军之一。而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金村军中将也有在白崇禧的桂系部队担任顾问的经历，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如此针对性地派出精锐，看来此役日军势在必得。1939年10月13日，第5师团第21旅团连同台湾混成旅团从海南岛三亚港口迎暴雨向广西钦州湾驶去，16日攻下钦州，接着马不停蹄连克大泗、纳水等地，20日逼近南宁东南，来到邕江，24日海陆空袭攻下渡江后突入南宁市区，于是在12月16日攻陷昆仑关。至此南宁全线失守，不仅华南补给线告急，连贵阳都岌岌可危。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国军方面又会如何应对？12月7日，国民党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开启桂南大作战，主动进击日军，誓死收复南宁。这是中国14年抗战中少有的主动进攻战之一。担此大任者就是黄埔嫡系之王牌中国陆军第5军。第5军，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1939年元旦，由新11军改为第5军。黄埔的军官，英美德的装备，苏联的顾问，是中国以举国之力打造的唯一一支机械化军，有中国军队之铁马雄狮的豪称。而就在国军进攻前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军气焰嚣张地派出飞机轰炸蒋介石的故乡溪口，导致蒋母的墓地被夷为平地，原配夫人毛福梅也不幸遇难。是可忍，孰不可忍？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敦促各作战部队全力进攻，如有作战懈怠或未按期实现作战目标者，可就地处决。山川异域，不共戴天。如此国仇家恨之下，中国精锐的铁马雄狮将向日本王牌钢铁师团发起冲击。昆仑关决战在即，谁才是最强的5字号部队？是日本第5师团还是国军第5军？战争的天平将会转向何方？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副参谋长白崇禧来到第5军集结地，
传蒋介石令，要求第5军军长杜聿明必须如期收复昆仑关，否则就提头去见蒋介石。杜聿明和与会者均当场表示，反攻昆仑关不成功，变成人。随后，第5军将士开始浩浩荡荡地向昆仑关进发。此战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国军是主动进攻，且是从下方向山顶攻击，而昆仑关素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再加上日军最精良的火炮和轰炸机的火线封锁下，攻克昆仑关的难度可想而知。12月18日开始，第5军荣誉一师担任主攻。这是一支由抗战中受伤后痊愈的官兵组成，部队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在统统数量作战时，实力甚至超过国军5大主力，战斗力相当强悍。在攻下昆仑关东面的所有高地后，荣誉一师又在战车炮火的掩护向昆仑山冲锋，但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日军顽抗。另一方面，国军新22师和第99军、第92师也在主要公路及山林中阻击和拖慢日军的增援，导致增援昆仑关的日军第21联队、第2大队被迫放弃辎重和重武器，经山头绕过驻防的国军前往增援。虽然日本援军不顾一切的增援，大大补充了昆仑关日军的兵力，但也因丢弃辎重，使弹药粮食短缺而难以支持。12月21日，国军在拼死应战之下，在艰难拿下2个重要高地后，第一次占据了关口的主动。至此，昆仑关外已有1/2的高地被国军占领。日军虽仍控制着几个核心阵地，但是伤亡惨重。但国军方面也不容乐观。200师师长在接防荣誉一师时，曾走上阵地，他发现整个高地都是国军官兵和日军的尸体，山头泥土像用血洗过一样。国军此后发起的进攻始终无法更进一步，这是因为日军碉堡的机枪火力很强，根本无法接近到可以投掷集束手榴弹的位置。但自23日开始，昆仑关日军接近弹尽援绝，开始全面节省弹药。日军的连队长甚至下令，在国军不到100米内不得开枪，食物依靠空投解决，其余的自己想办法。日军火力减弱了，就是国军的机会。杜聿明军长当机立断，先以2支部队侧击界首和同心堡2处，接着令荣誉一师主力猛攻罗塘高地。罗塘高地是第2层的重要高地，一旦夺取就可以顺势攻上昆仑关。而此时的荣誉一师已经伤亡很大，只能以伤亡最少的第2团外加1个主力营攻击罗塘。混战后，日军全军覆没。日军第5中队长、第1中队长被打死，但国军加强营也伤亡惨重，全营500多人在战斗结束后仅剩70余人。罗塘一丢，近在咫尺的昆仑关也无法坚守。在国军逼近昆仑关时，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伤重而亡，这是国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的最高军衔长官。26日，在得知台湾旅团1个连队已到达六塘，而龙州日军1个连队也紧随其后，杜聿明军长感到形势不妙，如果这些增援全部到达，那仅凭国军第5军的5万人是难以攻克由3万日本兵驻守的昆仑关。在此决定整个战局的危亡时刻，杜聿明军长将如何应对？整个第5军5万将士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鉴于日军台湾旅团最多3天就会杀到昆仑关，而当时主攻的荣誉一师和第200师伤亡都很大，而负责阻击的第22师伤亡相对较小。权衡利弊之后，杜聿明决定破釜沉舟，命令第99军留下，与新赶到战场的粤军第66军合作，继续阻击日军增援部队。而新22师则调往昆仑关一线参与进攻。杜聿明军长保持了冷静的判断，他吸取经验，没有选择直接攻击昆仑关，而是先进行攻关口2侧的高山据点界首和同心堡，再打孤立的昆仑关。12月29日，22师师长廖耀湘指挥全师接替200师的主攻任务，由界首及同心附近公路2侧的日军阵地攻击。而主攻界首高地的荣誉一师，虽然每团仅剩2个连兵力，却仍然奋勇进攻，先用重炮覆盖阵地，再由火炮精准打击，摧毁日军火力点后，步兵开始冲锋，界首高地的3个日军小队全军覆没。12月30日，国军虽然全歼同心界首之敌，扫清了日军占领的所有高地，但自身也遭遇了重大损失。主攻界首高地的正廷集团9个步兵连、7个连长伤亡，
连团长身边的号兵也中弹牺牲，界首、同心堡、罗塘一丢，昆仑关主阵地就完全孤立了，仅剩南面还有一条退路。在征得金村军军团长同意后，驻守此处的第21连开始陆续撤离。31日晨，廖耀湘发现敌炮兵阵地及重点防御工事的准确位置之后，立即命全师炮兵实施集中火力摧毁，并部署机枪压制敌之火力点。在长达6个小时的火力袭击后，他命第65、66两团从左右两翼包抄而上，分割阵地上的日军，同时自己亲自率领第64团正面突破防御阵地，全歼其主力，残敌丢盔弃甲，场面狼狈。随后，廖耀湘命令各团乘胜追击，一直追至巴塘与友军第60军会合。次年1月的2日至3日，在扫清441高地残敌，光复昆仑关一线后，国军杀向九塘。当时九塘虽有2万日军，但各部的伤亡都不轻，尤其主力第5师团一蹶不振。国军刚一进攻，日军就放弃九塘，仓皇南逃。至此，长达50多日的昆仑关战役以中国的完胜而告结束。昆仑关战役是桂南会战国民革命军投入最强战力的一场战役，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攻坚战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在日军战史中也评价昆仑关战役是其陆军最暗淡的时代。重庆军攻势规模很大，战斗意志旺盛，行动之顽强为历来少见。昆仑关大捷的高光时刻在于中国精锐第5军给予日本精锐第5师团重创，其下属第21旅团主力被击溃，1万多人，旅团中伤亡总数就超过5000人，班长以上军官伤亡率高达 85%。其下属第21团旅的第42联队和第21联队更是遭到毁灭性打击。被击毙的旅团长中村正雄也在随军日记写道：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1945年8月9日，由300多辆坦克组成的苏联混合集团军，在上百架飞机的掩护下，越过中苏边境，向海拉尔方向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进攻。苏联人的进攻方式一向简单粗暴，海量的坦克，密密麻麻的步兵，先来一波危险品洗地。反正关东军没有防空炮，苏联飞机炸得非常快乐，可日本人却已经哭出了声。很简单，从9·18事变以来，日军入侵满洲，仗着军械之便，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拳打东北张学良，脚踢南京国府蒋，上至军阀，下至土匪，从北到南，手下几乎无一合之敌。而日本也因在珍珠港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硬生生把战事变得艰难起来，心累又无力。曾几何时，中国军队也是这样的感觉，装备不如人，只能选择刚，而刚不过，那就只能用人命去填。这一点，日本与中国的军人所做出的选择都极为相似。然而事实证明，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不是所有的牺牲都能换来胜利。不到1天的时间，享誉日军之花称号的日本关东军就被苏军的钢铁洪流一波带走。这朵号称人数拥有80万之巨的日军之花，犹如昙花一般光速凋零。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发明了一种壮胆训练。所谓壮胆训练，就是拿活人来当目标，在充满血色的机械动作中，新兵逐渐抛弃人性，释放内心的恶魔，化为禽兽。这种方式成本低，见效快，深得日本中下层军官喜爱。而老实巴交的农民富贵，就是壮胆训练下的牺牲品。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富贵的娘亲就惨遭日本新兵的毒手。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见娘亲被当面害死更具冲击力。随后失魂落魄的富贵就被日军抓走，关进了集中营。在押期间，富贵算是对日军的残暴有了一定的深刻了解。营内那些因为劳作和饥饿而惨死的中国劳工，他们的尸体被日军裹上麻袋，随意丢弃江中。甚至还有一些未断气的却无法工作的劳工，不仅不会得到救治，反而还会被日军戏耍一番。当日军失去兴致，这些劳工的下场将会极为凄惨。1945年，苏联攻入满洲，关东军难以抵挡。毁灭前夕，关东军打算处决集中营内的所有劳工，以此来销毁罪证。一批批的劳工被处决，很快便轮到了富贵。一波扫射，富贵命大，躲过一劫。不等日军第2次射击，苏联坦克就撞破围墙，救下这个苦命的男人。按理说成功获救，富贵脸上不说笑容满面，最起码也应该出现一丝劫后余生的喜悦。
然而他的脸上除了沉默，什么都没有，也对失去了亲人，见惯了死亡，富贵的内心早已经冰凉如铁。在苏联军官的帮助下，富贵坐上了前往后方的卡车，本以为就此远离战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意外总是先幸福一步降临。卡车因迷雾迷失方向，竟然闯入了关东军的营地。两拨人见面都有些震惊，日军以为苏联人打过来了，一场混战下来，势单力薄的苏军惨遭屠戮，只有富贵和苏联女兵那家，还有司机伊万成功逃离。逃跑中，3人抓获日本女高中生秋叶子，因为地处日军防区，人生地不熟，富贵等人只好挟持秋叶子带路。结果这个日本女高中生故意带着3人踏入雷区，探路的伊万不幸踩雷被送上天，爆炸惊动日军巡逻军。危急关头，那家果断开火逼迫秋叶子带头奔跑。就这样，3人成功逃离追捕。平安后，秋叶子已无用处，那家提议让富贵亲手杀害他，报仇雪恨。然而看着这个半大的日本女孩，富贵心软，放弃了这一想法。度过了一夜，富贵3人向无人区外走去，路过一片沼泽地，秋叶子失足掉了下去。说起来，日本女孩本就是俘虏，2人完全不值当为她冒险，但看着年轻的生命就将在眼前消失，见惯了死亡却无法释怀的富贵再一次心软，他用波波沙当把手，将女孩拉出了沼泽。1945年8月9日拂晓时分，苏联集中了160万大军，同时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苏联4300架飞机猛烈轰炸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炮兵的28000门大炮和陆军的5000辆坦克万炮齐发。与此同时，庞大的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反观日本关东军，此时的兵力总数大概为70万，拥有1215辆装甲车和坦克、6700门大炮以及1800架飞机。无论是从兵力规模还是从装备方面来看，日本关东军和苏联军队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在苏军绝对的优势面前，昔日里曾在中国军队面前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立刻遭到碾压式的打击，被打得满地找牙。仅仅6天的时间，苏联各个方面军就占据了东北平原、牡丹江平原和佳木斯地区。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据了北朝鲜雄鸡、罗津珠港口，切断了日军的海上退路。关东军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失去了统一指挥。与此同时，美军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分别投下了核武器。蘑菇云在日本城市上空升起，光辐射引起的熊熊大火吞噬着整个城市。大势已去的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然而由于尚未接到大本营的投降命令，日本关东军的少部分兵力仍然在牡丹江市和若干筑垒地域负隅顽抗。然而他们的反抗不仅改变不了任何局面，反而彻底的激怒了苏联红军，随即开始疯狂的对关东军进行大幅度的分割围歼。在苏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面前，日本关东军节节败退，在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被迫在8月30日投降。整个战役为期22天，日军被击毙8万余人，山田司令官以下59万官兵投降，伪满洲军队大部分溃散。战役期间，昔日里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恰如丧家之犬，在苏军的追击之下，武士道式的斗志荡然无存，而关东军司令部从始至终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和撤退。那么号称日军精锐中的精锐，在中国东北恶贯满盈，犯下累累罪行，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为何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原来早年的日本关东军确实堪称日军陆军的精锐力量。1928年6月，在中国东北炸死军阀张作霖，制造了著名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9月18日，发动臭名昭著的918事变，趁机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抢夺粮食和矿产资源。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先后在张古峰和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发动武装进攻。在这一系列的侵略行为中，日本关东军都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被日军自豪地称为日军之花。然而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中抽调13个师团，增援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占冲绳岛的时候，日本大本营又从关东军中抽调了7个师团，以及1/3的战略物资，用来集中兵力进行本土作战。由于原来的关东军已经被调往南方，但东北地区要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军队，很多新组建的部队被陆续编入到了关东军。截止1945年夏天，关东军的兵力有将近70万，但是在这些军队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老部队，其余的部队都是新兵部队，不仅训练程度不够，连武器装备都很差。苏联军队已经大量的使用新式武器，而日本军队还在使用38大改。与这些日本军队相比，
苏联军队明显要强很多。经过二战的洗礼之后，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攻击的时候，苏联方面进行了战略欺骗，故意泄露了一份假情报，说苏联远东地区只有20万军队。日本方面信以为真，放松了自己的战备。在发动总攻之前，苏联军队又特意提前了2个小时，结果日本军队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当天正好是日本的一个黄道吉日，日本军队忙于庆祝战争，准备进一步放松，一个个偶然组成了必然。日本关东军在这种情况之下，焉有不败之理？日军败得惨烈，战败后的下场更惨，近60万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成了苏军的俘虏，被苏军用一节节火车运往了西伯利亚。起初的时候，日军战俘根本不知道是去西伯利亚，而是认为被遣送回国，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少战俘还是很感激苏联人，甚至还主动帮他们搬运物资，直到火车行驶到北安过去一点的地方，这些战俘们才开始躁动起来。但此时的各个车门紧锁，连玻璃窗都是关闭的，很多日军感到不安。直到一名懂俄文的日军老兵在车站捡到了俄文报纸，上面明明白白地说了，日本士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各地，服务于当地的战后建设工作。战俘们这才如梦初醒，等待他们的将是西伯利亚刺骨的严寒和集中营没日没夜的劳动。但凡有人想反抗或者逃跑，都会立即遭到苏军的扫射。当时住的集中营其实就是简陋的木屋，甚至只是帐篷。当寒冬来临时，每天都有冻死的战俘尸体被拉出来，但由于地面被冻得太硬，根本挖不开土掩埋他们，所以也只能抛尸荒野。为了防止他们有逃跑的念头，苏军在强迫战俘做重工的同时，仅提供给他们少得可怜却又不至于饿死的食物。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和营养不良的双重威胁下，许多战俘很快失去了劳动力。更可怕的是，一旦失去劳动力，就会被拉出去送上西天，或者被扔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面对天寒地冻、苦累交加、犹如地狱的环境，一向提倡武士道精神的关东军却并未进行反抗，只是没完没了的抱怨。这60万日军战俘在西伯利亚被冻死，饿死了一批又一批，直到1956年苏日签订日苏联合宣言，恢复外交关系，剩下的战俘才被遣送回了日本。在这11年间，60万的关东军大军，最后活下来的不超过40万人，另外20万人被永远的葬在了西伯利亚的土地中。放飞和平歌，让幸福布满天空；挥舞橄榄枝，让快乐翩翩起舞；摇动和平旗，让安宁处处在；呼吁和平，愿人类安定幸福。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点关注。对于这场血洗关东军，各位看官有何高见？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会。